在1939年那个危机关头，希腊人没有在货币上印上刺刀与大炮，他们选择了诗人和众神。从前有位牧羊人在鹤立孔山放羊时遇到了9位缪斯女神，女神们不仅没有嫌弃他满身的羊膻味，反而送给他了一只月桂，还往他嘴里吹了一口仙气。在这口仙气之后，这位牧羊人变身成了诗人，他就是赫西俄德，古希腊文学鼻祖。但如果你觉得他是一个高不可攀的圣人，那你就错了。如果他活在今天，他的频道简介一定是在线接单，专业骂人，顺便教你种地。他的传世名作《工作与时日》本质上是一封写给弟弟的长信。自从父亲死后，他弟弟通过贿赂贪官抢走了哥哥的那份遗产，然而很快又被自己挥霍一空，最后又不得不回来找赫西俄德借钱。赫西俄德在诗里开启了疯狂输出模式，一边骂弟弟懒惰是耻辱，一边教弟弟怎么种田，怎么看星象，还顺便痛骂了那些收受贿赂的官员。这种用文明战胜野蛮的劲头，让他成了西方历史上第一个在作品中明确表达个人生活和个人观点的诗人。有趣的是，赫西俄德还是第一个实名制写作的人，在他之前，荷马是谁没人知道，但赫西俄德会在诗里写：我赫西俄德在鹤立孔山下放羊的时候，被女神翻了牌子。这种自我意识的觉醒是文明丈量出的第一道刻度，人终于不再是神的提线木偶，开始有了自己的名字。赫西俄德曾和荷马有过一场巅峰对决，在一场诗歌会上，两位大师同台竞技，荷马吟诵的是充满英雄主义、金戈铁马的战争场面，而赫西俄德吟诵的却是农民如何辛勤劳作，如何保持和平。结局是观众们都为荷马的华丽辞藻疯狂欢呼，但国王却把奖品判给了赫西俄德，理由是赞美和平与农耕的人比赞美战争与杀戮的人更值得尊敬。这个故事也解释了为什么这张1939年希腊武士德拉克马的正面形象选择了赫西俄德，因为它代表的正是次序与勤劳，也是1939年希腊想要展示给全世界的文明基石。1939年，希腊处于约翰·梅塔克萨斯的权威统治之下，他提出了一个宏大的政治口号，建立第三希腊文明，前两个分别是古希腊文明和拜占庭文明。为了合法化他的统治理念并凝聚民心，梅塔克萨斯政权有意识地在国家符号中大量嵌入古典元素。货币正面选用赫西俄德，不仅是因为赫西俄德是一位诗人，更是一位歌颂劳动与次序的先贤。在梅塔克萨斯的宣传中，希腊人民被要求像赫西俄德在诗中所写的那样，通过艰苦的工作和次序来复兴国家。这种劳模精神的塑造，正是为了应对当时动荡的地缘政治局势，以及随后即将爆发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纸币下方有一座塔，就是塞萨洛尼基白塔。今天，它是爱琴海畔最浪漫的打卡圣地，鸽子在广场上起落，游客在塔顶眺望。但在19世纪，它的名字让整个巴尔干半岛闻风丧胆。那时候，人们叫它红塔，或者更直白一点，血之塔。1826年，奥斯曼土耳其苏丹在这里屠杀了整整一个禁卫军团，据说血水从塔顶顺着墙缝往下流，把整座塔身从头到脚染成了触目惊心的暗红色。此后的几十年里，它成了远近闻名的阴森监狱，空气里始终飘着一股洗不掉的血腥味。转机出现在1891年，当时希腊收复塞萨洛尼基已经是大势所趋，当地政府为了遮丑，也为了抹去这段恐怖的殖民记忆，想出了一个荒诞的办法。他们从牢里拉出一个叫纳森的死刑犯，跟他说，给你一桶白石灰，只要你能把这座白塔刷白，你就自由了。于是这个求生欲爆棚的哥们儿硬是凭自己的一己之力，把一座恐怖的血色监狱刷成了白色的文明灯塔。但在1939年那个大战将至的地缘语境下，这座白塔不只是个传说。当时的塞萨洛尼基是希腊北部的咽喉，是通往巴尔干腹地的战略命门，北方的邻国正在虎视眈眈，法西斯的阴云也已经在边境上徘徊。希腊银行在这个敏感时刻，把这座带有拜占庭风骨的防御工事印在货币上，其实是在向全世界发出一份领土宣言。他在告诉那些窥视者，塞萨洛尼基不是谁都能咬一口的肥肉，它象征着希腊不可分割的领土。这种印制在货币上的正当性
反映了希腊在强邻环伺的情况下那种近乎窒息的紧迫感。如果说诗人代表了希腊劳动的灵魂，那么这座白塔就是守护这份灵魂的堡垒，是希腊人在乱世中撑起的一份旗帜。把纸币翻过来，我们看到的不再是世俗的诗人，而是奥林匹斯山的权力机构。这座浮雕的原型取自人类建筑史的巅峰帕特农神庙的东世代。又是同样的问题，为什么要在1939年选这段浮雕？当时纳粹德国的御用设计师阿尔伯特·斯佩尔正在柏林疯狂致敬古典主义，试图通过日耳曼式的雄伟来取代希腊的优雅。希腊银行在这个节点把众神印在钱上，就是在向柏林宣战，只有在这里，在这张德拉克马的纸面上的众神才是欧洲文明的正统。不单是希腊，希腊还用这张纸币拉上了英国。当时希腊的这些货币都是由希腊设计，英国代加工印制的，而帕特农神庙东时代的众神雕塑的原件也被收藏在英国的大英博物馆。这种现实需求和文化传承深深绑定了这两个国家。希腊仿佛在说，英国老铁，你们博物馆里可全是我们的浮雕啊，要是法西斯把他们的家都拆了，你们那些宝贝石头雕塑所代表的正统文明可就没有故乡了。为了文明的传承，你们得拉兄弟一把。如果你们不管，那你们就是在背叛书架上的河马，背叛你博物馆里的神像。这起作用了吗？还真起来。1941年，当希腊真的沦陷时，英国确实派出了远征军，尽管后来惨败撤退，但这种古典情节确实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丘吉尔的决策。三位神明的排位非常有讲究，海神波塞冬，他靠在椅背上，显得威严而冷静。对于1939年的希腊来说，海洋就是生命线。当时希腊拥有世界顶尖的商船队，这是他们的底牌。波塞冬出现在这里，就是在强调希腊依然是地中海的领主，光明之神阿波罗代表着理性和次序。这正是梅塔克萨斯政权想要给国民洗脑的政治理念。在动荡的欧洲，我们需要阿波罗式的冷静。月亮与狩猎女神阿尔特弥斯，她走过头去，仿佛在注视着远方的猎物。对于一个即将面临被入侵的国家，狩猎女神的出现带着一种全民皆兵的肃杀之气。这就是1939年的希腊，他们深知钢铁打不过德国，于是决定动用神的力量，在纸面上筑起最后一道文明的防线。这张纸币的发行日期是1939年1月1日，仅仅8个月后，闪电战袭向波兰，世界坠入深渊。这张50德拉克马上有一个签名，伊尔纽曼·楚德罗斯，他是希腊银行的最高行政长官。希腊即将沦陷前的一个深夜，他做出了一个足以改变希腊国运的决定。当时德国的摩托化部队已经出现在雅典郊外的尘土里，空袭警报撕裂了神庙的宁静。楚德罗斯没有带走私人的财产，甚至没有来得及安顿家人，他带走了希腊银行里611箱黄金，整整 17.5 吨。17.5 吨黄金是什么概念？如果你把它铺开，能铺满整个篮球场。楚德罗斯带着当时希腊全部的家当登上了英国的驱逐舰。他在日记里写下了一句令人心碎的话，他说，那一刻他闻到的不是地中海的微风，而是油墨与恐惧交织的味道。他恐惧的不是死亡，而是希腊国民手中那些印着众神的德拉克马会因为一场战争变成一堆废纸。但他知道，只要这批黄金还在希腊人手里，这个国家就没有真正亡国。只要黄金还在，货币背后的契约就依然活着。楚德罗斯在伦敦靠着这批黄金强行维持着希腊流亡政府的呼吸。他用这批黄金购买武器，联络盟友，支持国内的抵抗组织。正是因为这批黄金，楚德罗斯和曼扎维诺创造出了一个奇迹。在二战后百废待兴的巨大变革中，德拉克马成了极少数没有被彻底作废的前朝货币。它作为一份合法的国家债务，被新希腊政府所承认。等一下，曼扎维诺是谁？其实他的签名也在这张纸币上。在希腊政府流亡的1941到1944年间，楚德罗斯在前方进行政治斡旋，而曼扎维诺则在伦敦负责另一项重要但枯燥的工作——管钱。他当时不仅是银行的高层，还是希腊流亡政府的财政部司长。他像守财奴一样精打细算着使用那批黄金，拒绝了许多不合理的开支，顶住压力，确保每一克黄金都被用在了刀刃上。1944年希腊光复时，国内的恶性通货膨胀已经到了疯狂的地步。曼扎维诺利用从海外带回来的那批黄金作为储备锚，强行发行了新德拉克马，瞬间终结了国内的恶性通货膨胀。并且我们手上的这张1939年的50德拉克马在战后也依然被承认。
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曼扎维诺坚持了旧币兑换新币的合法性。曼扎维诺后来长期担任希腊银行行长，在那个急需搞钱建设的年代，政客们无数次要求他多印钱。他留下的名言是：我见过黄金流浪的艰辛，所以我绝不允许印钞机毁掉希腊人的劳动。当历史的狂风席卷而过，首先破裂的往往是那些看似坚不可摧的东西。财富会被通胀卷走，宏伟的建筑会被炮火夷为平地，但有一种东西，它比钢铁更坚韧，比黄金更珍贵，那就是一个民族在绝望的边缘依然试图用美学去对冲暴力的努力。这种努力被严丝合缝地拓印在了这些50德拉克马里。即便过去了80多年，这位种地诗人赫西俄德依热隔着时光的滤镜，对着我们露出一抹略带苦涩的微笑。他仿佛在穿越时空对我们耳语：看吧，我早就告诉过你们，只有泥土里的劳动和骨子里的次序才是文明剥开虚华后的底色。除此之外，所有的狂热不过是历史长河里转瞬即逝的过眼云烟。人们总说历史不会重复，但它经常押韵。1939年的人们在战壕里担忧着履带的轰鸣，而站在2026年坐标轴上的我们，正讨论着硅基生命的边界、全球供应链的推倒重来，以及那个不曾真正离开过我们的词——不确定性。在1939年那个危机关头，希腊人没有在货币上印上刺刀与大炮，他们选择了诗人和众神。这是一种近乎天真的倔强，却也是高级的博弈。他们选择用美来标记主权，用文化来呼唤盟友。这告诉我们，当一个时代走向具备的深水区，真正能定义一个民族，甚至定义你我每一个人的，并不是我们账户后面有多少个零，而是在风暴来临的前夜，我们依然坚持相信什么样的价值。愿我们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那座白塔，守住内心的诗与神。我是杜普的武成，在这里我们用钱币丈量文明，用历史致敬未来。我们下期见。